接下来我们从 Kobe Bryant 的夺冠的这个经历，回到他个人的成就，相对的卡的这个收藏世界也是帮忙他记录了非常多的好的卡片。麻烦请 Andy 哥。其实今天第一张带来的是2016-17的那个白国宝，就是 Panini 的 Impeccable。这个是Kobe Bryant 的81分的记录卡。它这一套很特别，它就是叫做 Impeccable State， 就是用球员的数字，所以如果他的生涯最高分是81分，他就会出限量81张。那这张很漂亮，是因为它是第一次用那个雷射镶嵌的技术，对，然后它是黑笔，然后它是用一个像油画风格的照片，对，所以这张本身设计其实简单，然后好看。一开始出这张卡片的时候，好多 Kobe 粉就已经疯掉了。对，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大概$2500左右。那时候我们在收藏家的世界想说，81张怎么可能这么多？因为那时候 Kobe 的一般的卡面签大概只要$100。对，那所以这个张数其实又不算特别少的状况，可以炒到1-2千块。其实，在那个年代。因为这个是大概3-4年前，那个时候大家还很难理解这个东西，而且那时候 Kobe Bryant 的签名出很多人都说啊，我以后再来收就好。这回到了还是 Andy 哥刚刚提到的眼光，眼光在这个81分，我以前也是那个眼光不好的那一位，结果现在看走了眼，觉得现在的81好帅，因为他Panini再也不出这样的卡片，也出不了，对，他也没有办法再签了。OK， 接下来，对，那第二个呢是 Kobe Bryant 在2008和2012呢有得到了奥运的金牌，有得到奥运金牌。那这是2012年他得奥运金牌的一个纪念卡，这是出在2015年的 Panini Present。那这张卡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 One of One。它是 One of One， 而且它鉴定的分数是 PSA 最高的 PSA 10级。One of One 中的 One of One。它这个卡一共出了4种颜色，就是普卡，然后银亮、金亮跟黑亮。那黑亮就是One of One，超帅。当时的他完全全胜美国男最高荣誉。对。那另外一张呢，这个就是手提箱系列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Flawless 的原封壳，拆出来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为什么会说是手提箱？是因为它的一盒卡，它就是一个手提箱，然后你要用一个拆开手提箱，然后就直接打开。对，一个手提箱系列，它帮你封好了。对，那它这里是2013年的全明星赛，Kobe Bryant 穿的衣服，东西区的。对，然后它限量20张。所以有些球员卡的价钱会特别高，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的照片的选图，比如说他是穿稀有，他穿特别的衣服，或像刚刚美国队的制服，或是像明星赛的制服。那 Kobe Bryant 一共参加过18届的18次的明星赛，入选也是蛮厉害的。那 Kobe Bryant 其实在离开球场的时候也创了一个纪录，除了他得了最后一场球得了60分之外，我想那时候全世界很多人都有在看那场球。对，那场球让很多从小看他长大的球迷然后看到流泪，因为其实他已经打不动了，他还是硬要在场上，而且他硬是把输掉的球弄成赢的。对，这就很符合他的整个精神、曼巴精神、个性。对。那这边要介绍的一张卡也是16-17的，也是16-17 Impeccable。对，它是20年。Kobe Bryant 创了一个纪录，就是他是在同一个球队，职业球队里面待最久的，20年的职业生涯。第一个，你当一个 NBA 球员，你要打20年就已经很难了。第二个，你要在同一个球队只待在同一个球队，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你要从18岁开始待到20年，你们想象那是件多恐怖的事情。你是从高中生开始就在进入一个职业了，而且 NBA 其实是一个很高强度的比赛，所以像 Kobe Bryant 到后来他自己也有说，他说他其实不是他不爱篮球了，是因为他的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比赛，就说阿基里斯腱也断了，然后膝盖的那个软骨也都被磨光，该伤的都伤过了，该断的也断了，对，所以他在
20年都奉献给紫金王朝。事实上，这个精神也是一直让后面的人值得学习的。其实很多的收藏家或者是很多入学的初学者都不太清楚的一张卡片，它其实在代表我们的卡式里面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张卡片。事实上 ，Kobe 那场球很多人也看了，那很多人也就是看着自己的青春就这样逝去，还蛮好的。对，但是那时候 Noel 其实出了一张卡很特别哦，叫做 Spotlight， 它是背影的 Spotlight。哦，这张卡是没有正面，它就是 Kobe Bryant 24号，然后他的背影。那事实上这张卡也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蛮热门，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贵，因为它有125张。对，因为它限量其实125张。那这个时候就又牵涉到那个眼光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milestone， 就是它还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。只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 Kobe 感觉退役了，但是他并没有从我们的人生中离开，他又去拍了那个奥斯卡的影片，Dear Basketball。对，但是在今年1月他就突然的离开我们了。那这张卡就也因为这样子，其实有很多人再回头去找这张卡。那这张卡现在就变得非常抢手。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125张，其实1000多块，大概1000多块左右美金就已经那个，但是现在目前到7000、8000都有人要收。对，现在甚至对有些人说来多少张他要收多少张，但是都拿不到，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张就是 Spotlight 的意思，就是一个聚光灯的意思。那他出了很多的球员，但是 Spotlight 最有名的就是这张。这个就是 Kobe 的最后一幕了，而且他其实这张就没有看到他的脸，表示他其实金签，没错，他已经转身华丽转身离开我们。那他现在一离开我们就离开我们的世界，所以有时候收 Kobe 也是会很伤心，对，因为就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收了。其实那天是大年初4吧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还是初2。我半夜其实就睡得不太好，因为我的手机一直响。那我平常晚睡觉我也不会去管它为什么会响，早上起来才看到，是 eBay 的截标，我有追踪很多 eBay Kobe 的卡都不见，全部都直接被买走，就是我的手机上就显示你没有标到这张卡，或者这张卡已经被买走。对，就是想了一整个晚上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传了一个简讯告诉我说 Kobe 出事了。那很多人其实打电话来关心或什么，我也没办法一开始就回应。那等到后来确定之后，也发现其实市场跟这个新闻是有联动的。对，当很多有在玩球卡、有在追eBay的人知道 Kobe Bryant 突然意外过世的时候，实际上很多人就进市场把所有在架上可以买的东西几乎都买光了。不管这个价钱合不合理，这个他们很多人都是先买再说。那当然后面也有听到很多卖家说，他们其实有些东西卖掉，但是没有付钱。那时候的截标价有些大概跟正常价大概是2倍到5倍不等，甚至有些可能更夸张。对，那事实上 Kobe Bryant 的卡价相对于 LeBron James 跟Michael Jordan 来讲，其实他没有那么的不亲民，因为量太大。对，因为在帕尼尼那时候请 Kobe Bryant 独家代言的时候，就请他变成是他唯一的帕尼尼的巨星，所以他签的名相对在 LeBron 跟 Michael Jordan，在2009年就不签了之后，这个只剩下 Kobe Bryant 这个独撑大局，所以那时候其实average 在200块到300块美金左右就已经很棒了。光就像 James 是比较晚来，但是如果我们比较 Kobe Bryant 跟 Jordan 的签名，Kobe Bryant 就足多签了 Jordan 10年，就是从2009到2019，这样子整整的10年。那帕尼尼又是独占，所以他出的量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最便宜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买过 Kobe Bryant 的签名是60块美金。我以为我是80块，对，是60块美金。所以事实上，到现在到 Kobe Bryant 刚过世的时候，大概eBay的平均成交价大概会在350左右，因为他后来最便宜的，对，没有，就是他过世了之后，其实。大家就会去抢这个东西。有些人原本他不买球卡的，他也会想要留1-2张。有些人会觉得那么多，我以后再买的也会觉得
现在就要赶快买。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是有一个很高的价钱，不管是eBay或是台湾的成交都很频繁，很多人手上有很多的也会拿出来卖套现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有一些特别的现象，就是有像我们在群组或什么，那个版主都会叫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买，就是不要发这个灾难财。对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由市场，对，有些人想要就会有人拿出来卖。对，那能够卖好价，有些人就会想要在高点抛，那这个是很正常的状况。对，但是对我这个收藏家来讲，我就是像我是喜欢才买的，所以有时候我并不会因为价钱特别高，就很轻易的把我的收藏卖掉。这2020年虽然对于全世界啊，对于这个景气其实上是很大的一个影响，这个疫情的关系。但是因为全世界的热钱其实还是很多。对，有些财富其实集中在少数的人手上，所以有钱的人他其实更有钱。所以进来玩这个球员卡，不管是收藏也好，投资也好，甚至投机也好，对，事实上这样子的人是越来越多。对，那当这个球员卡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个自由市场。对，自由市场的原理嘛。所以有时候其实玩球员卡，就是还是要做一下功课，哪些东西到底有白国宝，有黑国宝，有大国宝，有小国宝。对，然后应该要怎么去慎选你想要买的产品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像 Kobe Bryant 他这样子不幸的离世的时候，也真的带了更多的粉丝想要他的 pieces of history， 他的一个小小的部分，因为他真的不再签名了。所以这个回到了，我们就说，虽然你可能 Kobe Bryant 在你的身上可能签了一个名，他跟你是一个永久的记忆，但是如果今天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自由市场的一个有价资产，这个球员卡它就会是一种选择。所以这个我们很开心，今天能够邀请到 Andy 来帮忙讲他这个追星之痛的 Kobe Bryant 的故事。那这个也可以让大家去了解说，一个球员在他的一个整个职涯跟他的整个卡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连接。那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说，一个球员其实是跟他的声誉是有极大的一个关系的。当然，这个到了 Kobe Bryant 在这个不幸的这个意外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 CNN 所有的媒体在10分钟就讲一次，好，那大概整整1个月吧，好，从找一大堆的什么线索一大堆的都有，所以那时候就会唤起每一个人说，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拥有一点点 Kobe Bryant 的东西？因为真的每看一次，那个不管是一个悲剧也好，或者是一个父亲的一种跟着女儿一起过世的那种感觉也好，那种感觉都是好难去想象的。结果他一连串的全发生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哇塞，这件事情我们说有些人发灾难财，然后有些人就说我打死我都不放，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收藏它的乐趣。你晚上回去看一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险我有留下它。好险我有留下这些 spotlight 或者这些81分的部分，你就会让别的人说啊，我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拿下这样子？对，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收藏的世界，是如此的好玩，也是如此的可以交到一个真心的好朋友。没错，那我们老婆不要看，我们下次见。